好久没有发视频了，最近真的挺忙的。上周德国特别热，很少在德国能体会到就算在阴凉下也很热的感觉。这周凉快了，最高大概27、8度，早晚穿短袖还有点凉。今天星期五，本来想中午吃完饭就下班回家，但是去实验室待了一个下午，用高倍显微镜观察了一下产品内部在微米尺度下的样子。周五办公室本来就没多少人，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机会独享实验室，待到了5点多。观察物体内部看不到的真实结构，就像是在对抗算法引导的虚拟世界。我想起前一阵听的一期播客，梦妍对话李继刚，人何以自处。他们也聊到，我们常常因为太在意外部世界的标准和宏大的因果，把自己过度格式化了，反而失去了触摸真实物理世界和自我内心，也就是心力的能力。这周去参加了一个培训，主题是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有说服力，更有气场。培训有3天，每天都非常高强度，所以我炒了点肉末，方便回家直接煮面吃。今天又馋了，继续吃。其实一开始我对这个培训没有抱太大期望，但是过程真的太棒了。我最后写的复盘总结写了快10页，一共11个人，只有我一个非德国人。内容有各种即兴演讲、角色扮演，老师会录像，然后逐帧分析动作、表情和内容结构。一般都是上一个练习我还没有缓过神来，就要马上开始准备下一个演讲。作为非母语者，我比别人多的一道工序就是要找到合适的词和句子。其实最后我收到了很多正面评价，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在演讲的时候，我自己能明显感觉到我的紧张，我觉得我的声音都在颤，想说的也忘了不少，脸上的肌肉又抖又僵的感觉。结果最后老师和同学的反馈都非常好，他们说我的声音、节奏、舞台表现，包括我的选词造句都很棒，完全没有看出来我很紧张，让我觉得真的很不可思议。这次培训得到的正反馈让我更加明确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就是即使在语言表现上，非母语者也可以做得比母语者更好。我突然更有动力，想让自己在语言基础本身再向母语者靠近一点，这样加上我本身的语言表现上的优势，可以让自己更有说服力。所以即使过了非常紧张的一周，在周五晚上我还是想学一点德语，随便找了些自己感兴趣的带字幕的脱口秀和访谈去跟读。很幸运自己不是什么完美的人，才有大量未知的领域去探索，去提高。Dass wir uns auf das konzentrieren, was in Zukunft kommt. Womit wir eigentlich beim Thema einsteigen können, denn du hast gesagt, den ganzen Abend über mich reden. Darf ich auch noch kurz sagen, ich freue mich total. Sind achtsame Yoga-Übungen. Löse alle Spannungen deines Tages. Atmen kommst du in die Gegenbewegung. Beginne wieder am Steißbein. 做了睡前瑜伽，培训真的太耗费心力了，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真的很想过一个放松的周末。Bringe die Stirn wieder vor dir zum Boden. Diese Bewegung machst du jetzt fließend in deinem Atemrhythmus. Chakati wieder oben auf. 一边看世界杯，一边写今天的日记。就算有喧嚣的背景音，也可以梳理内心的秩序。我继续看卡夫卡日记，读到了那句名言：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上游泳课。在宏大叙事面前，我能做的就是认真过一个周五的晚上。